这是我们在奥兰戈岛旅程的第4部，也是最后一集。在影片中，我一直提到的司机 Giovanni， 一开始我们找他谈价格，要前往 Olango Island Wildlife Sanctuary 候鸟保护区。当时他给了个价格，我们有跟他杀价。后来发现候鸟保护区载客的3轮车稀少，如果让 Giovanni 直接离开，稍后我们要返回房东家可能会超级崩溃。因此我们与他商量，请他在附近等我们。回程中，请他载我们去买食物。问他这样你要收多少钱？就是这层缘故，才有了他经典的那句 "Up to you"。他为人老实，我们提出的要求，他总是会尽力将我们载到指定的地方。我们留了彼此的电话，虽然有时我给他打电话时，他未接多数。我曾问他为何不接电话，他的回答令我啼笑皆非。他说他的手机在充电，手机不在身边，或者他可能正在睡午觉没听见，诸如此类。离开奥兰戈岛那天早上，他提早到我们住的地方，准备接送到码头。其实我在前一晚联络他时，也问过他车资多少，他在电话那头给我腼腆的笑，后来我就不再追问。当天正好是当地的选举日，因此开票所周围挤满了民众，大家都能轻松度过无需上班上课的一天。我们在奥兰戈岛 Olango Island 度过了3天2夜。回顾我们从麦克坦岛出发的经过，我们搭乘了 Travelby Airport Inn， 前台人员为我们揽的6人坐计程车。当时司机向我们报价为700披索送到 Hilton Port， 由于当时我们4人对此价格没有异议，这是整趟10天旅行中唯一一次让我们感到车资贵的情况。提到这点的原因是，影片的后半段有我们搭公车的画面，而当时我们支付的车资为4人共80披索。或许有人会反驳我说，我可以选择不搭那辆700披索的计程车，下车换其他车。对我而言，这次经历让我学到一课，有时为了节省时间而花钱是一种代价。当时在旅行初期，4人分摊下来每人是175披索。假使我已经旅行一段时间，有金钱预算的话，我确实会选择下车表示不搭，不想当被宰的羔羊。这里，这边。拿它25块。And then 10 peso for the tomat there. 这里才15。1、2、3。然后还要这40块。25。25. Yeah, 25. 25 and 10 peso there for the entrance fee. 所以要再给他40块。35。哦，不是一个人10块哦，是全部这样10块。OK。10 peso there. Okay, sorry. I just think it's per person. Okay. So right now we can go inside. Okay. 踏上奥兰戈岛码头，排班的计程车司机纷纷涌上前，开价每人100披索送到目的地的情景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当时我们4人中的一位并不理会这些司机，任由他们绕在我们身旁，直到最后我们成为码头最后一批的旅客。司机们见状无望，最终我们4人共花了150披索，到达我们住宿的 Forever Home 社区。We can see here, and then I say, you say your car. Come. 来，3, 2, 1. One more. 3, 2, 1. Japanese is best. Yeah. Okay. 你的钱给他吗？还没。是我吗？不是。到了码头 ，Giovanni 非常友善，帮助我们将行李从他的车上拿下来。认识他真是一趟有趣的经历。我们4人和他一起合照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Okay, here. 啊，要付钱的。要付钱的，付钱。先不要。Thank you. Yeah, we will miss you. Yeah. See you next time. Yes. Thank you. 對，出冇型。
付钱的人就不会赢哎。对，所以我才说我管账的很辛苦。你算。不是白色的。啊。Thank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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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 往返麦克坦和奥兰戈两岛的船只，就像影片中所呈现的，既是客船又是运输船。分开坐，OK。座位是自由选择的，只要询问，大多数人都会让出一个座位给你。啊 ，Thank you。你跟我坐啊。May I join you? Thank you. 往返的时间相当迅速，大约15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。下船后，我们搭上了公车，原因相当特别。由于码头里的计程车都被其他人预约了，我们没有预约，只好走到外面的马路拦车。当时刚好有一辆巴士，车上的车长小姐问了我们其中一人，我们唯一知道的目的地是 Travelby Airport Inn。车长小姐说会经过并停车，于是我们4人背着行李，扛着长蛙硬壳，硬着头皮挤进了巴士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搭公车，因为在今年6月，我们去 Malapascua Island 搭的是没冷气的夜间巴士。目前的影片中，我们搭的是有冷气的，实在是万分庆幸。你能感受到在没有冷气的室外，顶着温度34度以上，人挤人的情况吧？影片中，我们出现在 Mang Island 的小餐厅，这是菲律宾著名的连锁餐厅，以现烤的鸡、猪等闻名。用餐时总是座无虚席，内用要排队等候。用完午餐后，我们接着前往宿务机场，因为我们要前往巴拉望的科隆岛。飞往科隆的班机是下午2点45分，虽然是国内线，但是安检程序与国际线相似。我该如何形容呢？啰嗦这句吧。所以刚刚还跟我说他们要猪。哦，这里有卖那个猪肉，你有看到很多猪头吗？我在出国时必带物品是延长线。这条延长线陪伴我走过多个国家，包括今年6月我仅带7公斤的手提行李到宿务。当时是国际线，所以我没有被出境海关拦下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搭国内线居然被拦下，说我携带违禁品。我真的傻眼了。其实我从未想过延长线会被视为违禁品，后来回想起来，或许是背包有指甲剪刀的缘故。虽然海关检查时没有看到我的指甲剪刀，但我主动拿出来给他们看。同行的朋友见状，上前询问海关：“请问你能提供延长线不能携带上飞机的证明吗？”不知为何，那位海关先生真的拿出一本手册，翻到违禁品那一页。朋友看完后也没有发表意见，只是留下刚才正在剪他自己指甲的剪刀，转身离去。登上宿务航空，我们约在下午4点多抵达科隆岛。接下来将是科隆岛旅程的影片。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奥兰戈岛旅程，共有4集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我们接下来的影片。